单边雀地龙，接上式白猿献果。好，小肚立圆，由左向右顺缠，领左腕，盖掌上领，右手放松下托掌，合右胯，小肚逆缠，盖右掌合于左手上方，身法左转，顺势领右手手腕，领左膝，朝向于左斜前方，螺旋开步，大螺旋左转打开，小螺旋领腕上外蓬，再变大螺旋接小螺旋穿掌，再变大螺旋翻掌外蓬扣右脚。好，小肚立圆，领两手，螺旋领腕，顺势握拳下沉，先合左胯，双拳相合，两拳拳心朝内，走大螺旋，身法右转回正，双手上下对拉打开，下扑步，左腿保持弯曲，翻脚打开，右手后领，蹬右腿，合左胯，上步冲拳，两手手腕相合。好，换方向。好，背面，小肚顺缠，盖左掌托捧右手，小肚逆缠，盖右掌托捧左手，领腕上捧，身法左转，领膝上提，螺旋开步，先变大螺旋，合胯转腰，小螺旋领手，再走大螺旋，小螺旋顺势穿掌，变大螺旋外蓬，小螺旋扣脚打开，还原回正。小肚顺缠立圆，领两手手腕握拳左胯下合，走大螺旋对拉，两拳上下打开，身法回正，扑步下蹲，摆左脚展开左手，右手后拉，移动重心合左腿，右手合于胯间，跟脚上步冲拳。好，同学们，我们的雀地龙和单边呢，是我们老架一路当中的重复动作，但是它当中加上了一些小肚的螺旋。在这里呢，我们注意看一下，虽然我们在白猿献果这个地方呢，是两手横推外捧，但是在变式的过程当中，一样要产生一个抱球式的单边螺旋。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需要去刻意的说，哎呀，老师，我需不需要把这个什么小肚领得再高一点？不需要，因为我们的手不管是在下方案还是在上方案，它的主宰都是以腰为立圆螺旋来变化的。所以这里的小肚立圆的螺旋变式呢，和我们的老架一路新架一路之前的动作是相同的，所以大家不需要去刻意调节。那么需要变化的是哪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在变式走雀地龙的时候，你看从这儿变完单边之后，还是咱的老动作，提膝开步，打完单边左螺旋大螺旋变小螺旋，大螺旋再变小螺旋，螺旋打开，这里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变雀地龙的时候，它和跌叉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很多同学觉得说老师都是一个下身扑步的身法，它和跌叉是不是相同？不一样。我们还记得当时讲跌叉的时候呢，跟大家强调过，跌叉是一个身法尽量向右转，一种引进落空的身法再朝左转，而雀地龙呢，它更像是给咱说的是一种蚯蚓的感觉，由下向上钻捧出去。所以这里呢，大家注意看，它的单边变式有一个非常小的螺旋，小肚从左向右走顺缠，此时两手都是以小肚远的地方来变式。那么小肚顺缠，两手手腕放松，螺旋下合。这个时候呢，注意啊，很多同学喜欢变式的过程当中倒重心，之前的课程里也说过了，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身体的晃不代表你的螺旋就好。我们说过，不管是什么动作，在太极拳的运化中，尤其是陈氏拳，
都要以小腹丹田作为主宰来进行运化。那么这里我们同样要求通过小度的力圆螺旋，两手呢随身体小螺旋涌动相合下沉就行了。注意看，小度螺旋到一圈之后，向左胯相合时，两手正好产生一个握拳相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小度力圆做出来之后，产生一个左胯的一个顺应的接手下势相合，顺手握拳就行了。随后注意看这儿，它并不是直接把重心横着蹬过来，然后再做下去，而是走了一个什么？还是有大小螺旋。为啥？因为合到这儿之后，你的大螺旋是一个以身法向左亮势的一个动作，再走小螺旋在身前，看到没有？朝正前方上下打开，然后再向前去钻捧。在你转身螺旋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过当胯由左向右相合的身法产生的下落，它和跌叉是不是很像？都是要先把右胯合住再往下。但是呢，这个地方同学们从侧面去看，从雀地龙的变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再是一个什么把腿伸直的动作，不再是跌叉一样把腿伸直往上起的动作，而是什么？而是一个屈膝的状态下，摆脚尖，身体由下向上去钻捧。为什么要钻？因为地龙在以前怎么叫蚯蚓啊，对不对？蚯蚓在钻土的过程当中是要破坏土的这个结构，让土更加松软。所以我们的身法也理所应当要形成一个下弧的变式。当我们脚尖摆到正前方以后，身体的一个下潜，在钻的过程当中，前腿的胯要顺势形成一个下压，合住哪？我们在直播间经常讲的腘绳肌，合住你的大腿下方，前腿相合，钻住身体由下向上，你像一个蚯蚓一样，从后侧的重心走一个当胯下弧钻上来，才形成了雀地龙的这个动作。但是现在你看同学们经常说，哎呦老师，我雀地龙，我不管老架是新架，我下得去，我起不来，老是怎么样？就是靠着一条腿，蹬劲儿起身，蹬劲儿起身。你一条腿的劲儿咋会能让你的身体形成整劲儿了？所以在蹬右腿的时候，我们的左腿，尤其是大腿的下方，要产生以脚后跟为支点，向里去合，感受大腿的下方，摆完脚以后，合着这个劲儿，后腿蹬地，前腿牵引，让我们的身体由下向上钻上来。那么钻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很容易被蒙蔽。蒙蔽在哪？就觉得说老师呀，雀地龙啊，我下盘太难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下盘。但实际上，人家雀地龙的上肢也很重要。都知道跌叉是起身的时候，右手往下，左手往前。但是咱一旦说下盘压力太大的时候，咱太极拳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以意领气，以气运行。那么这个时候你腿下气感太过于强烈了，导致我们上身就容易丢劲儿。所以这个地方最想跟大家去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你下盘只要找着技巧了，就是你的后腿是蹬地的，左腿是合劲儿的，你的上下两只手别给它忘了。两手一打开，你看腰往左一转，左胯一摆，拳脚相照，蹬地的过程当中，你看到这个地方了没有？它是有一个两手的顺势变化，左拳向上冲，右拳向下合。虽然这个动作比较夸张，我们做的时候稍微收一收。起身的过程当中，左拳左膝上下相合，但是这拳不是直直的朝着脚去冲的，它朝哪？它朝中线去走。所以朝到中线这个位置的时候，右手正好你看到没有，在身前像打一个方向盘一样。一个螺旋上冲，一个螺旋下沉，在转腰合胯以后，跟住右步，右拳向上冲拳，两手手腕相合。新架里边的这个身法，一旦走起来之后，你的这个螺旋劲儿带起来了，你看到最后还是靠啥相合的？就是我们看仔细很多同学一上步，就站过来了，一顶髋一落脚没了。
但实际上我们冲上来以后，右脚是不是很轻？哎，在领练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动作是很轻的。它靠什么上来？右拳它是冲拳，冲拳转腰，领腕相合，手腕相合之后呢，腰是有一个带动的，带动你的右脚虚步点地，右拳向上冲拳合腕。这个时候老架新架的动作区别就出来了，右拳是合在左拳外的而不是像老架一路一样合在左拳的内。因为下式的下步跨虎，它的动作和咱们的老架一路就不一样了。所以呢，雀地龙它比较简单，而且跌叉的时候也跟大家去顺带讲解了雀地龙的一些内容。那么在雀地龙当中，它就只包含了一些劲力运化式和心态的这个，就是咱说的意识的不同其他的和老架一模一样。多了个什么？多了个这种小螺旋小肚立圆领腕的小螺旋。所以大家把这个地方稍微一注意，直接就过了。因为这些确实没有太多的需要大家去拿来让老师拿来去跟大家炒作的东西，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下盘运化的方法，把这些易错点和细节注意好就行。